朋友們，別再罵年輕人不生娃了。先問問這時代，夫妻倆都上班，孩子沒人陪，一個人辭職帶娃，錢又不夠花，這局咋破？動不動就說結婚率低，生育率低，咋不說人均收入有多低？這不是又想馬兒跑，又不給馬兒餵草，還讓馬兒生崽嗎？太搞笑了！以前生娃是添勞動力，現在生娃純燒錢，吃喝拉撒早教補課哪樣不要錢？有娃的家庭都懂，養娃是最大開銷。與其指責，不如先想一想，連基本生活都扛不住，誰敢生？咱说實話啊，窮人家的孩子長大太遭罪了。你看那有錢人家的娃，天天遊山玩水，日子多滋潤。再看窮人家的孩子，早早就得進廠打螺絲、幹苦力，累得要死，還掙不了幾個錢。現在哪是給口飯就能養大的時候了？奶粉要花錢，上學要花錢，以後買房更得花錢，哪兒都得掏錢。沒錢的話，孩子從小就容易自卑，長大了大概率還得重複你的平庸。苦了孩子，你自己也累得夠嗆。別瞎指望孩子能改命，現在的階層早固化了，沒那麼容易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美玲。根據民政部的統計呢，中國2024年的結婚登記為610.6萬對，同比下降了20.5%，創下了近年來的新低。結婚呢，曾經是人生必經的里程碑，如今呢，卻逐漸被年輕人視為了沉重的負擔。由於經濟不景氣、職場競爭激烈以及社會觀念的轉變，很多中國年輕人對結婚生子表現出了消極的態度。這寶媽呢，剛被孩子寫完作業，孩子上床睡覺了，可是呢，已經是晚上11點半了，她感到很疲憊，甚至開始後悔當初生了孩子。才3年級，做作業要11點半睡覺。我想，如果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我知道我在36歲的時候，我會自己帶着孩子住在出租屋裡面，盯着他們學習。3年級的孩子就學習成這樣，做到11點半。我想我應該不會生下孩子。博主說，他既沒有錢，又沒有把孩子管好，覺得自己很失敗。他忍不住感嘆，怎麼會這麼累呀？要是能穿越回去就好了。我今年40歲了，最近幾年來，我的人生被問到最多的幾個問題：你離婚又沒有小孩，難道沒有生育焦慮嗎？凍卵了嗎？以後還打算要小孩嗎？我的回答是，我大概率不要孩子了。首先，我已經過了最佳的生育年齡，雖然現在醫學發達，真的想要還是會有機會，但生小孩這件事情對我來說，責任太重了。從哺育餵養再到人格的培養，哪一步都不容易。我真的很難想象我獨自一個人去完成這件事，除非遇到真正合拍的人生合夥人。博主說，在這個時代，要找到一個既有情感共鳴又能夠共同擔當的伴侶呢，幾乎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那麼如果注定等不到那個對的人，他就坦然接受了丁克人生。他認為自己經濟獨立，活得自在灑脫，所以他不會為了迎合世俗的觀念而內耗自己。他相信人生是曠野，而不是軌道。每一種選擇都值得尊重，每一種生活方式都自有它的光芒。現在想結婚的年輕人越來越少，我認為，一方面是現實的原因，就是年輕人可能沒有辦法通過自己的工作看到一份光明的未來。大家都覺得目前的這個工資水平連養活自己都夠嗆，更別說去組建一個家庭，養育一個小孩，這都是很難去想象的。另一方面就是通過互聯網看到了太多婚後不幸福的那些案例。愛情和現實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，但是呢，我覺得幸福也並不完全是和錢掛鈎的。博主說呢，他刷到一個視頻，一對夫妻住在簡陋的小房間裡，迎來他們的寶寶，妻子還在坐月子，丈夫每天親手為她準備各種美食，悉心照料她的身體。網友們紛紛感嘆，羨慕這種純粹的愛情，沒有人在意他們的房子是否破舊。博主也很向往這樣的婚姻，希望自己也能夠擁有這樣的幸福。這位博主有2個女兒，她深切體會到養育孩子的艱辛與不易。以前專家都說嘛，小孩子光腳對他好，对吧？以前第一次當媽也不懂嗎？好，釋放孩子天性，讓他光腳，導致於現在不穿鞋，天天在房間裡走動的聲音非常大。因為這個問題，我們還和這個樓下的鄰居在一起大吵過，甚至鬧到派出所。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孩子光腳在地上走路的這個問題，那個鞋他就長不到腳上，他就不穿。現在依然還是他姐姐回來以後，两人就在房间整個房间裡跑啊蹦的，因為
他一旦不穿鞋，他那个腳就走的声音就震在地上，就声音非常非常大。博主说，2个女儿常常在家里跑来跑去的，吵鬧声音很大，有時他們還喜歡在床上蹦跳。這些日常瑣事常常讓他感到心煩意亂。他提醒那些還沒有孩子的女性，如果要1個孩子，你可能還能夠應付得了，但如果你想要2個孩子的話，你就要先考慮清楚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精力去管教和照顧他們。有網友留言說呢，我女兒已經8個月大了，都說生娃第1年離婚率最高，我算是見識到了。我和我老公自由戀愛在一起11年了，沒小孩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執，家裡2隻貓，老公照顧的也很細心。我萬萬不知道小孩子根本沒有辦法和寵物相比，沒小孩時呢是完全體會不到的。孩子24個小時都在消耗你的精力，你以為這種日子會有盡頭嗎？不，從你選擇成為父母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人生就已經被綁定了。這輩子我肯定是不會結婚的，我已經40歲了，我周邊所有人都已經結婚了，就是這個婚姻吧，我所看到的裡邊都沒有我羨慕的那種幸福美滿，更多的是有我害怕的那種一地雞毛。當然了，我不結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，我這個人睡覺非常困難，我都不敢想象萬一有一個孩子以後，我可能再也無法奢望一個完整的睡眠。你肯定會說，那你不就是自私嗎？對，我就是自私，不但自私我還懶。博主說，一個孩子出現在你的生命裡，肯定會打亂你對人生的很多的規劃。他不想為了孩子去斷送自己美好的生活。我30歲不結婚怎麼了？有罪嗎？到了我這個年紀，結婚就成了一個命題，它充斥在我每一次回家，每一次過年，每一次的親戚聚會。到了這個年紀，不結婚就是不對，是不孝，是丟人，是觸犯天條。昨天我媽給我發信息，又來催婚了。她現在已經到了我不結婚，我不生孩子，失眠到晚上睡不着覺的地步了。博主說，他曾經很期待回家過年，但這2年每次回家都是小心翼翼地維持着家裡的氣氛，卻發現呢，似乎並沒有什麼用，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告訴他，你該相親，該結婚生子了。他漸漸地意識到，家人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他和誰結婚，也不是他是否幸福，而是只要他結婚了，父母就已經完成使命了，而這也是親戚們的期待。他坦言自己並不排斥婚姻，也不是不想結婚，只是呢不願意為了完成任務而結婚。他給自己定的標準是，必須在能夠為未來生活負責的情況下，才會開始一段感情。有的寶媽覺得育兒很辛苦，但這位博主認為，結婚生子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人生體驗。我覺得結婚生孩子很快樂，很幸福啊！我跟我老公結婚，我開心死了。我覺得哇，我要有一個自己的家了。然後我生完孩子之後，我覺得哇天，生一個寶寶這麼的幸福。因為其實人吶，你買什麼東西，你說你賺多少錢買什麼東西，你開心得了1天，開心得了2天，撐死你買個大房子，你買個你的 dream house，你也只能開心得了個把月吧。你每天住進去，你不覺得你幸福的。但是有一個孩子，你就會覺得，你每天看着他，你就覺得哇，他今天又有什麼很可愛的行為，然後今天又長大了，又懂了一個新的詞兒，你會覺得好可愛，好可愛，他每天都能給你帶來驚喜。這種驚喜是你的一場很美妙的人生體驗。博主潘潘今年27歲了，過去一直不想結婚，但今年卻突然間萌生了結婚的念頭。那麼是什麼讓他改變了想法呢？他分享生活中讓自己最想結婚的3個瞬間。說起來呢，那些都是一些再普通不過的小事了。說第一件事就是我家的窗簾壞了，就是我們家的那個窗簾壞了，然後很高，我一個女生我換不了，然後那一刻我就覺得，要是有個男朋友就好了。就那一刻我很想談戀愛，也很想結婚。然後第2個瞬間就是還是我們家的家務事家長裡短，我家天花板的這個燈壞了，然後這整個1層樓應該有3米左右，然後我根本夠不到那個天花板，我換不了這個燈。然後那一刻我又不敢叫外面的那個維修師傅來，因為我又怕他們知道我是獨居。然後那一刻我也覺得我非常想談戀愛，因為如果有個男朋友，他現在就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，你知道嗎？博主說，第3個讓他萌生結婚念頭的瞬間呢，其實也是一件日常瑣事，家裡熱水器壞了。他不知道該怎麼解決，當時呢，他特別希望身邊有一個會修理的人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他開始對愛情生出了一種期待。在當下中國，許多年輕人對未來已經不再抱有幻想，不再相信生活水平會不斷的提升，
於是呢，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推遲結婚和生育。網上曾經熱傳一個帖子，其中寫道：“這就是我不生孩子的原因，因為對不起孩子。如果我生了孩子，我的孩子將會面臨怎樣的人生？”他出生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，成為了一個普通人。讀書開始就要卷，中學6年，每天都要學到12點，就為了超過其他學生，能上一個好高中、好大學。畢業了，成為一名合格的螺絲釘，輸送到社會。成績好去大公司，每天996，甚至工作到11點，累到猝死。成績差呢，去工廠每天做12個小時的流水線，去餐館每天站12個小時端盤子，累的是一身病。35歲時呢，失業了，年齡大了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夠去送外賣。寒冬酷暑，風裡來雨裡去，為了不超時，穿梭在車流裡，最終死在了街頭。如果我生了孩子，我就是個罪人。你不想生孩子，那你就不要結婚。結婚就一定要生小孩嗎？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，是的，你結婚了，你就默認要生孩子，而且可能是默認要生男孩。我覺得可能大家就覺得，哎呀，現在不是民主社會嗎？自由戀愛呀，我不想結婚，我想當丁克，我老公也同意啊。那你太天真了，從你結婚的那一刻開始，你的肚子、你的子宮就不是你能決定的。今年31歲，我們已經備孕4、5月了，我們後悔沒有早點生孩子。我覺得說這個可能會被很多人罵我，但是是真的，因為我不生孩子，我們真的一點賺錢的動力沒有。我跟我老公是2020年結的婚，然後到今年已經5年了，是在杭州生活，只有我們2個沒有小孩，然後我們又沒有買房子，沒房貸，我們的生活壓力真的是極低。剛開始幾年，我們上班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，我上個半年，然後他再上個半年，家裡總有一個人是在休息的，捣鼓自己想幹的事情。就是沒有小孩，他確實壓力不大，我們怎麼活都可以。博主說，她和老公在杭州生活，每個月房租是3600塊錢，吃飯開銷大約是5000到6000塊。兩個人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想玩什麼呢就玩什麼，沒錢了再去賺。就這樣的自由自在的過了5年。當時他們很慶幸沒有生孩子，否則呢就無法過這種瀟灑的日子。然而如今他們想要孩子，卻發現過去吃喝玩樂幾乎把錢都給花光了，積蓄所剩無幾。於是呢，他們開始後悔沒有早點生孩子。如果當初有了孩子，就不會這樣大手大腳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